亡灵节在西语中是 Dia de Muertos， 为 Day of the Dead， 但是在帕斯夸罗，它有一个更特别的名字 Night of Soul， 因为这里的原住民相信，在11月1日的夜晚到2日的日出之前，他们所有逝去的挚爱的家人、爱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回来，与他们相聚。我们现在到广场了，好不容易终于到了。对，平时只要10分钟的路程，结果这次我们花了将近1个小时。今天的交通超级拥堵，我们还很不巧地遭遇了汽车爆胎，只能一步步地走到市中心。主广场上更热闹了，画着骷髅鬼脸的人到处都是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重点绝对不在这里，而是参加一个由当地朋友组织的亡灵节夜游行程。我们将会包车游览帕斯夸罗周边的4个墓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当然也要画一个鬼脸啦，完美融入亡灵节的骷髅大军。现在我们正在选图案，超级多图案。我们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快看是不是很不一样呢？对呀，我们已经变成一对亡灵夫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也见到了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的亡灵节夜晚之旅了。对，我们满怀欣喜地出发了，结果开到一半竟下起了大雨。我有点担心今晚的亡灵节之行会不会没办法顺利的进行下去，因为下雨的话，蜡烛基本上都灭掉了。终于雨停了，我们顺利坐上了开往哈尼久的船。这个岛叫海尼小牛群。现在我们就是要去这个盘卷，是这边最著名的一个墓地，然后这个路非常的狭窄，这里外面很出。哈尼久是最热门的景点，所以人多的好像国庆节的长城，行走都非常的艰难。不过也因此，这里早早就已经点上了蜡烛，做好了幻兽局的装饰，本地人也已经开始守夜了。这里的原住民相信，幻兽局火焰一般的颜色和香味会指引着那些挚爱的亡灵回家。但是说实话，游客这么多，真的担心会不会影响本地人守夜的体验呢？现在我们要往回走了，因为没时间了。我们现在回到船上了，外面又开始下雨了，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岛上。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几点？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岛上。因为下了雨，然后我们可能又出了点汗，淋了点雨，可以发现我们的妆都已经花了。然后距离我们这个旅程的结束还有6个小时，因为到早上5点钟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已经有点累了。我还是挺期待的，走吧。对，期待吧，但还是蛮开心的。帕坎达是帕斯夸罗最大的一个岛，因为一般守夜是从12点开始的，所以基本没什么游客。岛上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本地传统舞蹈的表演。墓地比哈尼久大很多，但是守夜的人还零零散散，很多家庭都还只有1、2位在守夜。刚才我就很好奇问，就是当地人他们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对于亡灵节是感觉开心的吗？他说，其实是悲伤的，但同时又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在今天他的爸爸会回来跟他们在一起。库库出车，这个村庄的名字超级可爱。开车前往的路上，我们都已经昏睡了过去。到的时候又在下雨，所以踩得一脚泥。但是看到墓地里守夜的人们已经搭好了雨棚，打着伞，还看到很多一个大家庭围坐在一起的，特别温馨。冒着大雨，我们前往最后一个目的地。当我们准备继续在车上睡觉的时候，同行的墨西哥朋友们
突然齐声唱起歌来，特别欢乐。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我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我们现在貌似是开到了湖的另一边的一个小村庄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4点钟应该，这边7点半天亮，所以也算是亡灵节的尾声了。我们会去看一下，再去看一下墓地，看会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很壮观啊，这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一个，而且现在也不下雨了，很整齐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村落的这个墓地，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亡灵节的样子。当时间越来越晚，越来越接近凌晨，我们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小众，我才觉得在这里感受到那种非常的平静温馨，然后看到很多一家人一个大家庭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你才能感受到所谓亡灵节的那种去守夜，然后去等待自己挚爱的灵魂回来的那种感受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来体验的话，一个是说时间肯定是越晚越好一些，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。伴随着教堂钟声的响起，我们2019年亡灵节的行程也到了尾声。现在是凌晨的5点半，我们已经到家了。今天的亡灵节夜游算是完成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特别累，但是觉得还是蛮值的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要包车。我们要回家睡觉了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内容的话，请点赞、投币、收藏3连。关注我们哟。对呀，拜拜，我们要睡觉去了。